人啊，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天经地义，也不要天真的以为离开了这个人，你就能遇到个更好的。命运从来都是公平的，你不珍惜别人的真心，真心早晚都会被收回。你总辜负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你的人，以后你就再也遇不到愿意为你弯腰，为你付出所有，把你捧在心尖上疼的人了。生活里哪有什么谁离不开谁，说到底不过是谁不懂得珍惜谁。不要等那个真心待你的人彻底转身走了，你才后知后觉地想起他的好，才后悔当初没有去珍惜，到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。这句话说出来，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不服气。你觉得他不就是对我好了几年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觉得我条件这么好，离开他还能找不到更好的？你觉得他对我的好都是应该的，谁让他当初追我的？卢叔想跟你说句扎心的话，你有这种想法，不是因为你多优秀，是因为你被惯坏了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是不是也曾经把一个人的好当成理所当然？你是不是也曾经辜负了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？你是不是也等到那个人走了以后才后悔莫及？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你的故事打在评论区，看看有多少人吃过不懂得珍惜的亏。佛经有云，是日已过，命亦随减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你的命也跟着一天天减少。那个对你好的人，他来到你生命里不是欠你的，他愿意为你弯腰，不是他直不起腰，是因为他把你放在心里。他愿意为你付出，不是他钱多没处花，是因为他觉得你值得。你以为他会一直在，你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，你以为他离开你就活不下去。你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心也会凉，凉透了就走了，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。你知道吗？人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，不是没钱、没权、没本事，是那个真心对你好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没有好好珍惜。你总觉得来日方长，你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对他好。你不知道的是，失望是一天一天攒出来的。今天你忽略他，他忍了；明天你敷衍他，他也忍了；后天你伤害他，他扛了。你以为过去了，其实每一笔他都记在心里。等到他攒够了失望，等到他的心千疮百孔，等到他再也没有力气付出了，他就走了。后来才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，那些离开你的人，不是不爱了，是爱不动了；不是不珍惜了，是珍惜了也没用；不是不想继续了，是继续下去只会更疼。他们走的时候往往很安静，不哭不闹，不吵不叫，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哭闹的阶段了。哭过，闹过，争取过，都没有用，所以最后选择安安静静的走，不给你添任何麻烦。你想想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，他总是第一个发现你不开心，哪怕你什么都没说；他总是记得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哪怕你自己都忘了；他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，哪怕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忙。他把你的喜好记在心里，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，把你的需求放在第一位。你觉得这是应该的，你觉得这是他该做的，你从来没有说过谢谢，从来没有给过回应，从来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。然后有一天他累了，他不再主动找你了，不再关心你了，不再为你做任何事了。你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，甚至觉得世界终于清静了。过了几天，你发现不对劲了，没有人提醒你天冷加衣，没有人问你吃饭没有，没有人听你抱怨工作。你开始想他了，你开始觉得不习惯了，你开始后悔了。你知道吗？人心不是一天凉的，是慢慢凉的。就像一杯热水，你不喝它，它就放在那里，一分钟一分钟的凉下去。等到你口渴了想喝的时候，它已经凉透了。你再怎么加温，也回不到当初的温度了。那个对你好的人也是一样，你不珍惜，他的心就一天一天冷下去。等到你反应过来想挽回的时候，他的心已经凉透了。有人会说，
我不知道他是真心对我好，我以为他对谁都这样。卢叔想告诉你，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对你好，你心里清楚得很。你只是习惯了，只是麻木了，只是觉得他不会离开你。你没有瞎，你也没有傻，你知道他为你做了多少，你知道他对你跟对别人不一样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就是装不知道。你觉得享受他对你的好是天经地义的，你觉得他付出是他自愿的，你觉得你什么都不用做他就应该一直对你好。这话说的刻薄了点，但你仔细想想是不是？你不珍惜他，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对你好，是因为你觉得你配得上更好的。你总觉得还有比他更好的人在前面等你，你总觉得你值得更优秀的人来爱你。你一边享受着他的好，一边嫌弃他不够好，你一边接受他的付出，一边挑剔他的不是。经书里有句话，佛度有缘人。缘分这个东西不是你想有就有的，那个真心对你好的人就是你的缘。你不知道你上辈子修了多大的福，这辈子才能遇到一个愿意把你捧在心尖上疼的人。多少人终其一生都等不到这样一个人，你等到了，你却不珍惜，你把缘分当成了理所当然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不开谁，没有你，太阳照样升起，地球照样转。你觉得他离不开你，那是他让你觉得的。他爱你的时候，他愿意低头，愿意弯腰，愿意放下自尊来哄你，那是他给你的体面，不是你该得的权利。当他不爱你了，你在他心里一文不值。他有他的尊严，有他的骄傲，有他的底线。他不欠你什么，你不用在他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生活里哪有什么谁离不开谁，说到底不过是谁不懂得珍惜谁。你想想看，那些白头偕老的人，他们真的天生就是一对吗？那些走到最后的情侣夫妻，他们真的从来不吵架不闹矛盾吗？不是的，他们跟你一样，也会有摩擦，也会有不满，也会觉得对方不够好，但区别在于他们懂得珍惜。他们知道对方的好不是应该的，他们知道对方的付出不是理所当然的，他们知道离开对方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。你总觉得下一个会更好，这是最要命的幻觉。下一个也许更有钱，但未必更真心。下一个也许更会说甜言蜜语，但未必更实在。下一个也许更符合你的标准，但未必更包容你。你拿一个活生生的人去跟想象中的完美比较，你怎么比都是输的。你离开了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，然后去找一个更完美的人，大概率是找不到的。因为那个真心对你好的人，已经是你能遇到的最好的人了。你可能觉得他不够有钱，不够帅，不够有本事，但他给了你最珍贵的东西，真心。钱可以赚，本事可以学，外表可以捯饬，但真心这个东西，不是谁都能给的，也不是谁都愿意给的。那些不懂得珍惜的人，最后都会遭到反噬。你以为你伤害的只有他一个人，你不知道的是，你伤害的是你自己的福气。你辜负了一个真心待你的人，你就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报。以后遇到的下一个人，要么不如他，要么不会真心待你，因为你已经不配了。你把真心当草，老天爷就不会再给你花。佛经有云，因果不虚，报应不爽。你对别人做的事，早晚会回到你身上。你伤害了那个真心对你的人，将来你也会被另一个人伤害。你辜负了那个满眼都是你的人，将来你也会遇到一个辜负你的人。这不是诅咒，这是规律。你不懂得珍惜，你就会失去被珍惜的资格。你看看那些后悔的人，他们后来的日子过得好吗？他们后来遇到的人，真的比之前那个更好吗？大多数人的后悔，是因为他们出去转了一圈才发现，原来最好的那个已经被自己弄丢了。他们想回头，但回头已经无路了。那个曾经愿意为他付出所有的人，再也不会回头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不回头吗？因为他给过你机会不止一次。
他在你面前卑微过不止一回，他哭着求你不要离开的时候，你冷笑过；他低声下气跟你讲和的时候，你嫌弃过；他放下自尊挽留你的时候，你看不起过；他把所有的脸面都丢光了，把所有的自尊都踩碎了，只为了换你回头看一眼，你却连头都不回。现在他想通了，他觉得不值了，他觉得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不是爱上你，是为你不值得的糟蹋了自己这么多年。他站起来的那一刻，他终于解脱了，他再也不会为你掉一滴眼泪，再也不会为你失眠一整晚，再也不会为你做任何傻事了。直到失去了，你才突然想起他的好，想起天冷的时候，他总是第一时间替你暖手，下雨的时候宁愿自己淋湿，也舍不得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想起他熬夜陪你聊天，省吃俭用给你买礼物，甚至为了你一次次委屈自己。那些你曾经习以为常的偏爱，后来才发现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对你。可惜啊，等你懂得珍惜的时候，那个满眼都是你的人早就已经不在原地了。讲到这里，卢叔想送大家4句话。第一句，没有人有义务一直对你好，别人对你好是情分，不是本分。父母疼你是因为爱你，爱人照顾你是因为在乎你，朋友愿意陪着你是因为真心认可你。没有人的好是天经地义的，你懂得感恩了，人家才愿意继续对你好。你若总把别人的好当成习惯，时间久了，人心就会离你越来越远。第二句，别总想着拿下一个人来赌。很多人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把真正爱自己的人弄丢了。总觉得下一个会更好，总觉得以后还有机会，可后来才发现，条件好的人很多，可真正愿意心疼你的人却很少。人这一生啊，不是什么都适合拿来赌的，尤其是真心。第三句，真心是换来的，不是等来的。你希望别人理解你，心疼你，珍惜你，那你也要先学会理解别人，心疼别人。你不愿意为他付出，凭什么要他永远为你付出？感情是2个人的事，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长期单方面的付出。当你把他的付出当成习惯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输了。第4句，转身了就别指望他回头。那个人走了，你就别去找了，别等到失去了才突然想起去挽留。因为很多离开从来都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失望攒够之后的决定。他曾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也一次次等过你，后来他决定不等了，你才开始慌了，才发现原来那个最爱你的人已经被你慢慢弄丢了。其实不是他狠心，而是他的真心早就在一次次失望里被耗尽了。不要把一个人的好当成习惯，习惯会变成麻木，麻木后就会慢慢失去了。不要以为下一个会更好，更好的人从来不在未来，在你不珍惜的现在。不要等到那个付出的人不再付出了，你才开始想起他的好。佛经有云，相逢即缘，错过即债。所谓相逢即缘，是说这世上所有的遇见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能在人海里相识、相知、相伴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而错过即债，并不是说真的欠了什么钱财，而是你辜负了一颗真心，最后留下了遗憾与亏欠。有些人离开后，你才发现再也遇不到那样真心对你的人了。那种后知后觉的痛，那种来不及珍惜的遗憾，就是所谓的债。所以人与人之间啊，最重要的不是拥有，而是珍惜。看到这里的人，心里大概都有一个想起来会遗憾的人吧。如果你愿意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。也许很多人都曾在失去之后才真正学会了珍惜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